許久沒有做城市對比介紹了啊，所以這次呢是跟上次台場和港未來一樣，找兩個特點近似的城市進行對比介紹。那這次的主題啊是由國家主導打造的近未來都市與由大型企業主導開發的近未來都市的一個對比。那今天啊，咱們先去看看國家眼中的近未來都市是什麼樣子的。那咱們出發吧。那在1960年代啊，日本政府为了让那些頂尖的科學家和教授啊能安穩地搞科研，決定把這群擁有頂尖大腦的人啊從擁擠嘈雜的東京啊剝離出來，安排在這幾十公里外的荒地上啊，準備打造一個行政眼中的近未來都市。那這就是現在的筑波。那現在來筑波的話呢，是從秋葉原坐筑波快線啊，只需要45分鐘啊便可到達。那由於筑波快線成本極高，速度快，也讓它成為日本票價很貴的一條線路。那當走出筑波站的那一刻呀，第一感覺不是熱鬧，而是一種空曠感。那馬路寬得離譜，那建築物之間的距離啊也遠得嚇人。那這種空曠感呢，其實是行政力量專門給這些精英制造的一種有利於專注研究的環境設計。那在這裡啊，你看不見日本隨處可見的小巷子和居酒屋，感受到的是一種被設計好，甚至有點冷清的秩序感。那在這裡呢，相比東京的隨機性啊，這裡的生活節奏更可預測，也更依賴規劃。在正式進入這座城市之前啊，我們現在聊聊為什麼日本政府啊在60年代要在這片荒無人煙的地方啊憑空造出一座城市。那當年的東京啊正處於戰後經濟爆發的頂點，但隨之而來的啊是極度的混亂，那交通癱瘓、噪音污染，還有隨時可能發生的各種社會動盪。在當時的官僚眼中啊，東京已經超載了，已經不適合那些需要安靜思考的頂級科學家和教授繼續待下去了。於是呢，日本政府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甚至有點瘋狂的決定，我們要把國家的治理核心啊整體搬遷。那接下來呢，他們在這片荒原上畫了一個圈，動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城市規劃邏輯，試圖啊打造一個近未來都市的樣板。在這裡呢，馬路被設計得非常寬闊，遠超一般生活道路的尺度。那人走的路啊和車開的路啊必須完全隔離。那所有的研究機構啊要像積木一樣整齊排列。這個城市的運行邏輯啊很簡單，它不是為了讓人生活得更熱鬧，而是為了給國家的科研資源啊創造一個高度可管理、高度專注的環境。那這就是筑波了。它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啊就帶着一種強烈的試驗性。他想向世界證明啊，日本可以用行政力量塑造一個理想中的未來樣板。那1985年在這裡舉辦的國際科學技術博覽會呀，也確實讓筑波啊短暫成為日本展示未來想象的舞台。那剛才有說啊，它的道路設計得很寬，但並不是所有道路都很寬啊，主要的道路是寬的。但是像那種小的道路啊，它還是一樣很狹窄。那還有一個東西啊，我怕大家會誤會啊，因為說近未來都市嘛，所以大家可能會以現在的角度去聯想未來。但是這裡規劃是60年代到70年代規劃的，是當時那個角度啊，看現在是近未來，但是現在角度來看的話，可能未來感就沒有那麼強了。由於筑波啊，它不是觀光城市。雖然說有景點吧，但是它主要還是搞科研為主，所以這期啊不會有什麼景點，主要拍的都是這種冷冰冰的建築物，和之前台場和橫濱是肯定沒得比的。那剛才有說啊，筑波的特點就是安靜和空曠。那如果你習慣了東京那種隨處可見的便利店和居酒屋的擁擠感呀，那麼站在這裡的時候啊，你一定會感到一種生理上的不適應。當年日本頂尖的建築師啊，磯崎新啊就是設計者之一。他們在設計之初啊，追求的就是一種秩序感，所以這裡的馬路啊，寬的不像是給普通人過馬路用的，更像是為了某種大型儀仗啊或者緊急調動啊預留的通道。那這裡幾乎啊沒有路邊攤，也沒有那些亂七八糟的招牌，因為在設計之初的規劃中呢，筑波的效率啊要大於生活。
在最初的構想中呢，研究人员的生活动線呀被盡量簡化，減少外部干擾，不需要被那些市井噪音打擾。所以你在駐波感受到每一分安靜其實都是被高度規劃後的結果。利用這些巨大的空曠的空間對這些精英傳達一種期待。這裡的氛圍更強調研究使命，而非城市娛樂屬性。這裡邊圍住的地方應該是一個試驗場，你看它有鐵絲網不讓人進。它旁邊就是 JAXA 宇宙中心，日本研发火箭的地方，所以要繞一大圈過去。JAXA 宇宙中心也是驻波必打卡的一個地方，來這塊千萬不要錯過。前邊就是宇宙中心了。驻波现在的常住人口是26万多，在日本算不上大型城市，但它却擁有極高比例的研究人員與博士群體，所以來這塊在路上走，隨便碰到一個人都可能是高學歷人群。終於到了，從這兒進去。不過它這裡邊大部分建築物是不對外開放的，因為搞科研的嘛，其實能看的東西非常少。進來以後，保安就會跟你說，只有這塊還有這個建築物裡邊是可以看的，其他都不能進去。剛才在外邊有說，來駐波必要打卡的一個地方就是這個，這真的是火箭如果來這兒不看這個的話，那真的是白來一趟。那剛才有說這兩個火箭都是真的，最大的這個呢長達50米。那接下來咱們就要說一說，為什麼日本拿一個真的火箭做展示，而不是拿模型呢？簡單來說的話這其實是國際科研成果的一種公開展示方式。駐波這個地方集中了大量國家級研究機構，可以說是日本重要科研機構高度集中的區域之一。但是高額的研發經費是來自於納稅人的。那為了讓普通納稅人覺得這筆巨款花得值，於是呢，這枚火箭便成為了展示品。它既是科普裝置也是國家研发意志的象徵。它允許你在外面和火箭合照，允許你進展廳買個冰淇淋。這種方法是讓納稅人也有一種參與其中的感受。但是真正的核心納稅人是永遠不能進去和觀看的。那大家看後邊這些大型的建築物那牆厚的像堡壘，窗戶小的像射擊孔，那裡才是存放日本最核心技術的地方。那出於安全與保密需求那核心區域並不對外開放。那當你仰望火箭之時感覺自己離科技似乎很近，但當你看到後面這些科研大樓並且看到那些禁止拍攝和入內的警告之時你又會感覺自己離科技很遠，這就是一種微妙的落差感。
展示館裡邊，我趕快拍了拍就出來，不知道為什麼進去以後啊，就離機器越近，我的腦袋越疼，那種發木的疼，而且還帶着一種惡心，但不是想吐那種惡心啊，就眩暈感。我在裡邊真的太難受了，然後所以說就趕快拍了一拍，没有在裡邊待太多时间。不過買了一個隕石，才1100，隕石這麼便宜的嗎？而且他寫的是1576年發現的，哇，這也太誇張了！這個劲兒太大了，我在外邊休息了一會兒啊，還是不行，這腦仁整個就是发木的感覺，太難受了。接下来呀，我要往車站方向走了，因為下一個地方呀是反方向，那個方向啊就全都是科研大樓了，過去也不能進去，也不能拍，所以我就不過去了。其實車站北邊啊也有一個火箭，就是前面看的这個，但它給圍起来了，可能是在翻新中吧。那接下来啊，那咱們說一下驻波隱藏的一个功能，官方稱它為步行為主道路網絡。那如果你查詢駐波市官方城市規劃資料的話，會發現這是一條長達48公里，貫穿整個城市的人車分流的隱藏設計。單獨看地貌和地圖啊是很難發現的，這就是當時的設計者季其新等人為了消除混凝土的冷酷感，將這條道路與公園綠地和周邊環境很融合的設計，讓人流巧妙地和車輛流動較多的道路隔離開。當有了這條隱藏的道路那些頂級精英們從宿舍去實驗室，從教室去圖書館的路上，完全接觸不到車流，也接觸不到任何不相關的社會干擾。那在這種設計裡呢，這些精英在這種高度規劃的環境裡，個體生活節奏與城市系統高度協調。這或許就是行政對未來的想象，所有的東西都提前給你安排和設計好了，一切都在軌道上，一切都被提前納入規劃，所追求的就是極致的效率。其實從這條路開始就算是駐波大學內了。駐波大學是沒有圍牆的，所以你即便進來了，你也感覺不到什麼。地圖顯示前邊這些樓就是駐波大學，那可能是宿舍樓吧。這宿舍樓有年頭了。來駐波大學呢，其實跟這期主題沒什麼太多關係，算是一個題外話。那駐波大學從去年開始在日本非常有話題性，主要是因為悠仁親王在2025年4月正式就讀駐波大學，成為戰後第一位就讀學習院大學外大學的皇室男性成員。那很多人把關注點集中在皇室成員放棄了傳統的名校，轉而選擇這裡，因此衍生了很多八卦新聞。關於這次擇校在不少媒體的解讀中被認為是一種象徵性的選擇。在大家的常識裡呢，日本皇室成員通常都在學習院讀書，那裡環境優雅，圈子封閉，更像是一個長期以皇室成員為主的傳統教育環境。但現在的皇室呢，選擇讓皇室成員進入更開放的國立大學體系，這就意味着未來的天皇不再僅僅是一個血緣的符號，他也將進入這套以效率與理性著稱的制度體系中成長。那駐波大學的前身是東京教育大學，它是典型的官僚和科學家的搖籃。那在這裡皇室的神秘感被駐波那種極致的效率給稀釋了。當走進這所連圍牆都沒有卻處處是規矩的校園你才會發現，在這裡即便是皇室的後代，也要同他人一樣循規蹈矩，融入其中。那到了這期收尾的階段了，在駐波走完一圈你可能會感受到一種高度的秩序化。那它讓效率成為了優先選擇，也讓偶然性被壓縮到最低。它保證了科研的專注，也減少了城市的煙火氣。在這裡未來不是自然生長出來的，而是被規劃出來的。那如果你認同這種規劃式的未來它會讓你安心舒服。但如果你更期待是一種有活力的生活方式的話，那你可能會覺得少了些什麼。
這也許就是國家眼中想象的近未來都市。那本期內容啊就到这裡了。下一支影片啊，我会给大家介紹距離駐波不遠，但是是由財閥開發的近未來都市。到時候呢，就是另外一種感覺了。感興趣的朋友呢，記得關注。地圖顯示車站附近有一家塞捷利亞，那我就吃完飯再回去了。吃完飯了，這附近也没什么可拍的了。駐波這塊啊，白天能拍東西就很少，到晚上就更少了，主要就是車站這附近。好吧，這期內容就到這了，謝謝觀看，咱們下期再見，拜拜。